大家好，欢迎回到养生加油站，我是雨熙。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疼痛，那就是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会导致从下背部延伸至臀部和腿部的疼痛，通常只影响身体的一侧。这种疼痛可能会影响你的日常活动。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它的成因、症状和预防方法吧。坐骨神经是人体最长的神经，其始于腰部，经过臀部延伸至腿部。这条神经的痛苦通常称为坐骨神经痛，主要由脊柱的某些病变引起，如椎间盘突出、脊柱骨刺或脊椎狭窄等。这些情况会对坐骨神经产生压迫，引发疼痛。坐骨神经痛在30至50岁的中年人群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以及久坐或生活方式不活跃的人群。他们因为长时间的身体压力或不良姿势，更易患此病。坐骨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疼痛症状，通常从腰部开始，沿臀部向下至腿部背面放射。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可能最初感受到轻微的痛感，这种痛感可能在某些活动后，如长时间坐立或重物提举后加剧。随着病情的发展，这种痛感可能演变为更为剧烈的烧灼感或钻心般的不适，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和生活质量。在早期，患者可能仅在特定动作如坐下、弯腰或行走时感到不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症状可能变得更为频繁和持久。例如，患者在驾车或办公室工作中因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可能会感觉到臀部和腿部的不适加剧。此外，简单的活动，如咳嗽、打喷嚏或笑时，坐骨神经的压迫也可能导致疼痛突然加剧，因为这些动作会增加脊椎的压力。除了疼痛，坐骨神经痛的患者还可能经历腿部或脚部的麻木感、刺痛感或肌肉无力，这些感觉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步行方式，甚至在严重的情况下导致跌倒。夜间症状往往更为明显，疼痛可能会突然惊醒正在睡眠中的患者。为了有效预防坐骨神经痛，综合的健康管理措施至关重要，包括针对性的锻炼、日常生活中的正确姿势维护以及合理的饮食习惯。首先，加强腰部和腹部核心肌群的锻炼是预防坐骨神经痛的关键。通过参与普拉提和瑜伽等活动，可以有效增强这些区域的肌肉力量，提供更好的腰椎支撑，并减轻对坐骨神经的压迫。普拉提中的桥式和牦牛式尤其有助于加强核心并增加脊柱的灵活性，而常规的仰卧起坐或使用健身球进行的球上仰卧起坐都能有效地强化核心肌群。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中，保持正确的坐姿也非常重要。长时间工作时，选择一个有良好腰部支持的椅子，并保持双脚平放在地上，膝盖与臀部成直角，可以显著减轻腰部负担。此外，定期站起活动并进行简单的拉伸，有助于缓解长时间固定姿势带来的压力。例如在阅读时，使用合适高度的书架或支架，避免低头，以及在提重物时，确保使用腿部力量而非腰部。保持物品靠近身体都是减少脊柱负担的有效方法。此外，合理的饮食也是预防坐骨神经痛的一个重要方面。食用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如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类，如三文鱼和青鱼、亚麻籽及其油核桃，以及其他抗炎食物如姜、姜黄和绿叶蔬菜，可以帮助减少体内炎症，从而减轻可能导致坐骨神经痛的椎间盘或关节炎症。确保饮食中包含足够的抗氧化剂，如浆果、坚果和深绿色蔬菜，也可以帮助抵抗与炎症相关的压力和损伤。当预防措施不足以避免疼痛时，坐骨神经痛的治疗通常包括多种非手术方法。物理治疗是常见的治疗方式之一，它通过加强背部和腹部的肌肉来提供更好的支撑，从而缓解神经压力。冷热敷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冷敷可以减轻炎症，热敷则有助于放松肌肉和缓解疼痛。此外，非处方的消炎止痛药如布洛芬或奈普生可以用来减轻炎症和疼痛。对于某些患者，针灸或脊椎调整也可能带来缓解，尤其是在传统治疗方法不能完全缓解症状的情况下。坐骨神经痛可能听起来令人畏惧，但通过正确的管理和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有效控制这种病症，减轻其对生活的影响。
如果您有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建议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养生加油站。我们下次视频再见。